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的旅行，我们来到东北山形县，终于要去期待已久的银山温泉。我们现在在仙台机场，然后我们这次呢，其实最主要是要去山形，要去期待已久的银山温泉。终于要去银山温泉了，而且我们这次是订到银山温泉街里面的旅馆，半年前就抢到了，超难得的，所以这次非常的期待。那我们这次要租车，出发。每次来东北仙台机场的时候，都觉得这个机场的交通真的是很方便，周边租车也方便，离市区也方便，一下就到了，东西又好吃。山形本身没有机场的吧？那我们这次没有飞，是从东北，从这边比较方便。哦，原来是因为比较贵的关系。反正我们这次就是从仙台过去喽。看到1度0度，刺激了。我要到我们第一个景点了，我们要现在先去的地方叫做山寺。这边虽然要爬一下楼梯，但是好像景色还蛮漂亮的。好美哦，在另外一个世界。刚才仙台机场附近还没什么，到这边1个小时够吧？哇，好雪哦，都是雪。那我们就是要爬到那上面去，还好现在雪没有下很大。OK。大概1000阶。不要以为下大雪没人来，还蛮多人来的，都是台湾。我现在没听到什么日文，都是听到普通话。我真的有来过。哇，你身上好多雪哦，来。头也有，好像《鬼灭之刃》一开始那个炭治郎跟那只山形的第一站，我们来到有1000多年历史的山寺，正式的名称叫做宝珠山砾石寺。虽然要在下雪天爬1000多阶的石梯，但眼前这番雪景实在是太漂亮，让人完全不会觉得累。虽然没有走到最后的奥之院，但是五大堂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，看着眼前一片雪景，真的是很疗愈。如果换成其他季节，搞不好还会懒得爬上来。刚刚的入口。磨石头啦，下山超困难的，下山突然飘大雪，因为这一阵飘开，扶手1、2分钟而已，就整个开始要积雪。现在上面很多人，我们刚好避开了。哦，这雪太大了，没有滑。好，不要踩中间那一个。好。整个山寺都是台湾人，超扯，8成都是台湾人。现在飘大雪，现在雪超大的啦，身上全部都是雪，因为我的羽绒衣是白色，看不大出来。突然雪变好大，下雪要不要撑伞？这种程度的话，就真的要撑了。但刚刚双手并用下山，根本也不可能撑，就是帽子拿起来而已。现在要去吃饭对吧？肚子饿了，先喝一个热的。
在市区吃完午餐之后，我们就慢慢开往这次最期待的银山温泉。从山形市区开过去，大概要1个多小时。越往银山温泉开，就是雪越大，整个是白的。路上还有看到除雪车在除雪。哇，这边也在除雪。除过的地方就差很多。一开始的路况虽然有积雪，但还算 OK。但在越接近银山温泉的时候，积雪就变得很夸张，加上雪下个不停，整个能见度非常的差。途中还因为风雪太大，挡风玻璃跟雨刷都开始结冰。在雪中自驾，如果遇到风吹雪或是视线不佳的时候，记得要开小灯或是雾灯，确保安全哦。我们要去岛道停车场，饭店的停车场，因为它里面比较小，它是车子是不能直接开进去。哦，这里有除雪的，我搞到。它地面会有洒水装置，洒过的话就不会积雪，就会比较好开。但不是每一段都有。哦，这个雪大到这个停车场也看不到出来了。等一下，那个雨刷要拉起来。哇，现在真的是暴风雪，我觉得暴風雨是不是來了？真是我被降風降，風啊，哦，對。風降ね。はい。じゃあ車はね、車のすぐバックしてもらって。はい。はい。冬天有交通管制，所以是不能开进来的。其实，它就是只有住在银山温泉里面的住客才可以开进来。然后今天雪真的是太大了。路上能见度非常差，超差的，然后记得要开灯。はい、行きましょ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样子，开车载我们过去。虽然我们有订到银山温泉街里面的旅馆，但是因为积雪加上路比较小，车是没有办法直接开到旅馆门口。住客会有专门的停车场，在那里停好车之后，才会有工作人员载我们过去。最后的100公尺，甚至要步行的才能走到。虽然不像新的温泉区那么的方便，但这段路却让我们有种走进时光隧道，来到大正时代的感觉。こちらに見える赤い橋が、はい、栃木ロです。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过银山温泉是神隐少女的灵感来源，虽然这个说法没有办法被证实，但这里的街景和作品里面真的是还蛮像的。这次入住的是古式起屋本馆，这里保留着日本大正时期深受 Art Deco 影响的设计，是20世纪初日本河阳折中非常经典的代表。这就是我们这次银山温泉的房间，超可爱的啦！真的是大正浪漫耶，我的妈呀！我以为会更复古哎，然后还有这种很漂亮的装饰，和京都那种很日式的感觉不一样，有种正在西化的那个时代的风格在里面。然后这个窗户也是超级漂亮的，真的是很可爱哎。现在虽然有放我们的行李，但它这边连里面的家具摆设、桌子、椅子都超可爱。这个电话是真的可以用哎，这才是真的拨电话哎。原来是洗手间，很漂亮呢。后面这边应该就是洗手间，现代的洗手间。然后房间里面呢，一样是没有洗澡的。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复古的温泉，那没关系，就是去泡它的大浴场。这么复古一个房间，最有趣的就是它的房卡，写你的名字、住宿日期，还有 QR code。然后这些个卡是可以带回去做纪念的。他们没有实体的钥匙，就是用 QR code 去直接做感应，还蛮有趣的。这次我们住的这间是古式起屋，银山温泉里面的住宿其实不多，然后半年前就已经预定了，真的是非常的难抢。那这里面有它的温泉，也可以去泡他们姐妹馆的温泉。
银山庄的温泉会比较大一点点。然后其实这里也算是全包式温泉，这里面就有含早晚2餐，然后还有它一个咖啡跟 restaurant。这边呢是它的咖啡厅，然后里面有提供点心，然后一直到隔天的中午都可以去。等于说你今天的下午茶到晚上10点前的一个小宵夜，明天中午的午餐都可以继续在这边吃。它甚至还可以 take out 回来，这是银山温泉的地图。我们这次的就在这边，就直接在银山温泉里面。然后旁边其实就是大家都会去拍千寻的那个红色的桥，就在这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？喝酒，先下去喝酒，然后下午茶，去吃下午茶，还没有要去洗澡，对不对？雪太大了吧？大家看一下雪有多大，看得出来吗？这边人超多，我们真的是住在就下面，这边超多人在拍照的。除了房间里面，走廊的装潢设计也非常的漂亮，楼梯的空间让人想到神户的艺人馆，大正时代的建筑元素在这里保留得非常完整。那叫什么？还有就是好，苹果汁、柳橙汁、乌龙茶、日本酒、白酒、气泡酒。哦，好冷！这位置真的是超赞的。一出来魔术。但最有名的是那一间啊，能登屋啊。哪一间？能登屋啊。武士起屋非常棒的就是它的位置就在温泉街的正中心，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，想要出来拍照都非常方便。我的弟都已经走到结婚了。我们现在先去吃它的免费下午茶吧，因为我们可能游客就越少，因为你可以离开这边的交通方式也有限，在这里。在温泉街的最后，还有他们配合的咖啡厅，我们也决定来这边吃一下免费的下午茶。死啦啦！如果是住客的话呢？有专用 menu， 所以他为了让你不要浪费食物，那你一次只能最多点2个食物1个饮料。然后如果是 take out 的话，就是2个。有写价钱就是另外额外付费，那如果是免费的话，就是0元的地方可以选。然后午餐啊，午餐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下午茶时间，所以这个 single item menu， 下午茶到傍晚上，所以你吃完晚餐，如果还想要再2次回的话，你就在这边。蛮多选项的。好甜点耶，甜的咸的都有。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咖啡厅，没想到提供的餐点种类非常多，咸食、甜食、酒类、咖啡，全部通通都有，整个让人非常犹豫，不知道该选什么。玉阳南山。这样不错啊。叫什么？吴永旭。你有来记忆？我没带记，喝下去就没事了。目前饮料点了日本酒飲み比べ6種、ビール、生ビール、おつまみセット、キャラメルが山形県 300% リンゴジュース。餐点部分我们点了皮付きフライドポテト、焼き鳥3種盛り。不麻烦。我们已经吃了价值46元。有。这是他的提供的衣服，然后因为这是比较怕冷，所以里面我还有穿自己的高领跟发热衣，然后打算就这样子去吃饭，因为他吃饭是在配合的餐厅，是另外一栋，要稍微走个3到5分钟，应该还 OK。但是呢，他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个很强的外套，而且你这个袖子还可以卷一下，然后感觉还蛮保暖的，就可以穿这个直接出去。这个出去走一下下应该还好。我们想说穿衣出去拍照比较好看，说不定我们今天拍到的照就都是这个黄色的衣服。那如果觉得穿这个太冷，想要穿自己的衣服也是可以。他说穿你们自己喜欢的服装都可以。
和雨鞋，好可爱哦。走吧。哇，会不会冷？一出来就会后悔的。这比较不会死，不会冷。加 K 嘞，其实也还好。我也觉得还好，只是正在下雪，好漂亮。到了晚上，温泉街会点灯，充满时代感的氛围，真的让人非常喜欢。虽然去过日本非常多不同的温泉，但银山温泉的雪景应该是目前印象最为深刻的。那雪超大的。武士起屋有配合晚餐的餐厅，原本以为会是传统的怀石料理，没想到却是蛮西式的套餐。餐点虽然偏精致，稍微有点可惜，但这次的住宿方案有包含酒水喝到饱。真的吃不饱的话，还可以去咖啡厅再吃宵夜，其实也算是非常的不错。早安，在外面还在下大雪，大早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行こうか。没有带伞，东西都是雪。妈，我觉得我们的车可能也会很多雪。嗯哼。就觉得如果你说黄色也好，视线不好会一定会看到我。哎，早上还没有人来吗？进去里面。一大早冒着风雪，我们来到姐妹馆银山庄泡汤。虽然一路上走过来有点辛苦，但它的温泉真的让我们非常满意。露天温泉旁边积着满满的雪，另外还有寝汤跟立汤，不管是要躺着看雪还是站着看风景都可以。我们又全副武装好了。泡温泉超赞的，超赞的是雪见温泉，我就站在雪里面泡温泉，然后淋雪。因为来都来了，虽然这趟路很难走，我们现在又要走回去，但真的很值得。住这边的人真的是蛮幸运的。哦，帽子戴起来。现在要走回去吃早餐。原本想要在银山温泉待到中午去吃免费午餐，但考量到这天雪真的下得很大，有点担心车子和回程的路况，只好决定早点离开。唉，现在雪更大吧？太炎亚公公我，我已经不知道车子在哪。那个嘛，前一晚的降雪量真的是很夸张。停车场内所有的车都被雪完全盖住。查了一下，那天银山温泉附近就下了将近30公分的新雪，已经是大雪警报的等级。我们有刷子吧？里面有。これ開けてすぐ温度マックスで温めてください。啊，はい。その方が絶対早いです。我们里面还有一只，但是不把车先打开，真的是有点困难，而且它这只比较大。
哇，太冰了，我的手套。昨天他借我们的是这个大小，根本就是雷贝鲁几个。还有雪是松的。幸好旅馆有借我们除雪的刷子，跟帮忙开路，前后大概花了30分钟左右，才终于把雪除干净。在大雪中铲雪，也算是小小体验到当地居民冬天的生活，真的是好辛苦啊！经过大概一番努力，然后现在再把另外一边的雪剥掉，就可以上路了。终于弄好了，滑冰，解冻，先离开这边。以前有听过，就是如果你车顶有积雪啊，最好是要把它弄下来拍，然后有车速，它如果掉下来的话，就直接砸到后面的人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在雪地开车，积雪积成这样的话，其实上面还是要把它剥下来比较好。吃饭。我们现在来到昨天那间没有吃到的米泽牛，来吃寿喜烧。它有3种寿喜烧，小布小布跟一般的烧肉。想说还是来吃个寿喜烧好了，平常比较没有机会吃到。山形的米泽牛也是来到这里绝对必吃。这次选的是山形车站附近超过100年的老店灯起锅，直接选了米泽牛寿司和6600的寿喜烧套餐。很嫩哦，很嫩。超大片的米泽牛沾上满满的蛋液，直接塞到嘴里，整个超级好吃。肉质真的非常嫩，超软，非常值得来这里吃看看。6600的套餐是肥瘦各半，不过说实在，2种肉都超级嫩，不说的话还真的有点吃不出来。吃下来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刚刚吃的是100年寿喜烧的。这边没有写6600的，它有一个就是松竹各半这样子。那因为它肉质本身就很好吃，所以吃瘦一点的位置就可以吃到那种肉的味道，然后吃肥的话就吃到那个牛的油脂，它的牛油又不会太腻，整个就很刚好，这是超好吃的。你看呢，冬天你们都看雪一下。跟昨天的氛围又很不一样，有这样子的感觉。哦，这景色超美的啦！我在那边看雪。离开山形温泉，我们一路往南开。第2晚，我们选择了相对简单的三木屋参仓来。比起热闹的银山温泉，这里相对安静许多。泡完温泉之后，我们就在旅馆里面休息。准备隔天一早出发去藏王树冰。离开三木屋后，我们一早就直奔藏王。虽然蛮早就出发了，但可能因为这天是星期天，人潮比想象中的还要多。抵达缆车站后，早就已经大排长龙。
等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搭上缆车。藏王的缆车一共分成2段，要到山顶站的话，要在中途的山路站换车。2段加起来抵达山顶的时间大约是17分钟。好冷啊！所以还要再往山顶，要换成另外一个地方。越接近山顶的时候，雪越下越大，在车厢里面还可以勉强看到外面的树冰，但在实际抵达山顶站后，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。絶対不理，絶対不理。现在什么都看不到哦。这里要比较大的一个。我们要来看树冰，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没想到这天因为能见度太差，只能看到前面2排的树冰，后面完全都看不到。我手好痛，我手好痛，我手好痛，超痛的。有啊，看得到。它其实这个是有方向的，就是风都是从这里吹过去。山顶站还有一个室外露台，虽然这天风雪刮得非常大，但我们还是鼓起勇气过去看看。哇！哦，哑巴。无敌 ，Give up！ 哑巴。只能说这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夸张，风雪整个非常大，连雪打在脸上都会感到刺痛，实在是无法在室外待太久。我们现在9点半哦，上山就说要等60分钟，其实我们刚刚也等了2班有啦，对啊。然后刚刚看到他说现在山顶有几度，看这边-9.3度，而且今天风很大，我是说出一瞬间就我就热的受不了，直接冲回缆车里面。等一下，这只手超痛的，然后脚趾头真的是超痛，那个很怕冷的厚袜以外，里面有这3种冷风。前后加起来，我们可能没有在室外待超过1分钟。其实一趟缆车上山也是不便宜，但待在负9度的暴风雪里面，真的是1分钟都撑不了。你下面呢？这边还比较好一点点，上面真的是有点太夸张。当然没有看到那种像海豹那样子那么漂亮一整片的树冰，但是还是蛮好玩的啦。有看到，只是没有看到一整片，能见度太差了，反正真的只有看到前面几公尺而已。那我们现在回仙台还车。所以像3枚6切，就是它有3大块牛舌，然后帮你切成6片这样子。可以吃到牛舌的 mentikazu。在回到机场还车之前，我们来吃利久牛舌。在经历完负9度的暴风雪之后，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牛舌定食，真的是觉得非常幸福。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来银山温泉，这次终于有一种愿望成真的感觉。然后真的遇到很多台湾人，就是到处都是台湾人，遇到超多的，好像没有在日本一个地方玩到就是台湾人比例这么高的一次，到处都是。虽然说天气很冷，雪又下得很大，开车其实也危险的地方还是有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。因为大部分的游客应该就是抱着一种就是很兴奋去游乐园玩的心态。但其实，在那边上班的人，感觉应该都很辛苦，一早就要除雪啊什么的。那也很谢谢他们给我们有这个环境，才在这边让我们玩得那么开心，这是一个很开心的旅行。虽然最后的树冰有点小小遗憾，但这次的山行之旅整体来说真的非常开心，一定要找机会来山形县玩看看哦。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拜拜。19。